在中华5000年文明长河中，有一位帝王始终如坐标般矗立在历史的关键节点，无人能替代其独特地位。他以雷霆之势终结了春秋战国500余年诸侯并立、战乱不休的分裂格局，首次将黄河流域、长江流域乃至岭南、西南的广袤土地整合为一个疆域辽阔、族群交融的统一多民族国家，让大一统从先秦诸子的理想蓝图变为真切的政治现实。他所开创的皇帝尊号、郡县行政体系以及统一度量衡、文字、货币的制度革新，并非短暂的权宜之举，而是如基石般奠定了此后2000余年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框架。即便王朝更迭，这些制度的精髓仍被历代继承与发展。它既是结束乱世、开创文明新局的千古一帝，却也因严刑峻法、繁重徭役被后世贴上暴政虐民的标签，在历史评价的天平上，始终承载着最极致的推崇与最尖锐的批判。他便是秦始皇嬴政。回溯当时的天下格局，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，国力日增，凭借崤山、函谷关之险，不断东向扩张，对六国构成了巨大的战略压力。而赵国经过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，军力强盛，是六国中唯一能单独与秦军长期抗衡的国家。秦、赵两国时而盟誓，时而交兵，关系错综复杂，波谲云诡。作为确保盟约或某种平衡的筹码，将王子王孙送往对方国家作为人质，是当时常见的外交手段。嬴政的父亲异人，正是秦国太子安国君，即后来的秦孝文王众多儿子中的一个。他的母亲夏姬并不受宠，加之安国君子嗣众多，异人在王室中的地位无足轻重，因而被选中送往邯郸为质。其实秦赵关系正处于低谷，长平之战的惨败阴影尚未从赵国散去，40万赵军降卒被秦将白起坑杀的深仇大恨，使得赵国上下对秦人充满了敌视。身处如此环境的异人，其境遇可想而知。他不仅缺乏作为王孙应有的车马仪仗和日常用度，生活困窘，在政治上更是备受赵国朝廷的冷遇与防范，前途一片暗淡。就在异人于邯郸的困顿中看不到未来时，一位关键人物的登场，彻底拨动了他们命运的齿轮。他便是穿梭于列国之间的魏国巨贾吕不韦。此时以富甲一方的吕不韦，在一次往来邯郸的经商中，敏锐地捕捉到了关于异人的信息。在世人眼中，异人只是个落魄失意的质子，但在吕不韦眼中，他却是一件被尘埃掩盖的奇货，蕴含着巨大的政治投资价值。吕不韦深信，异人身上流淌的秦国王室血脉就是最珍贵的资本，若能助他重返咸阳，问鼎王位，自己将完成从富商到权臣的跨越，这份回报远非金银可以衡量。为了将这份机遇变为现实，吕不韦制定了周密的2步计划。第一步是重塑异人形象，他拿出重金改善异人的生活，为其购置宅邸、车马，还资助异人结交赵国贵族与各国宾客，让原本困顿的质子逐渐以礼贤下士的秦国王孙身份在邯郸崭露头角。第二步是打通秦国关节，他亲自携带奇珍异宝前往咸阳，没有直接面见安国君，而是先找到安国君宠妃华阳夫人的弟弟，以珍宝和说辞双管齐下，成功借他的引荐，获得了与华阳夫人对话的机会。吕不韦深知华阳夫人是这场计划的关键，他虽深得安国君宠爱，却因没有子嗣，始终面临年老失宠、地位不保的隐患。于是见面时，他直面这一软肋，
对华阳夫人发出了一番直击灵魂的劝谏，说道：夫人以美貌得宠，却无子嗣作为依靠，一旦色衰爱弛，您在秦宫中将何以自处？如今一人贤孝聪慧，愿一心依附于您。若您能立他为嗣，一人必感念终身，而您也将永保尊荣，这才是万世之利啊！这番话句句切中要害，打动了华阳夫人。她最终说服安国君，将一人立为继承人。为了讨好出身楚国的华阳夫人，一人还改名为子楚。自此，子楚的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，从人微言轻的落魄王孙，一跃成为秦国未来的太子。也正是在吕不韦的精心运作下，子楚结识了他府中一位能歌善舞的姬妾赵姬。不久，赵姬于公元前259年生下嬴政。然而，关于嬴政的生父究竟是子楚还是吕不韦，太史公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的记载为此埋下了矛盾的伏笔。秦始皇本纪明确记载嬴政为子楚之子，而吕不韦列传却描绘了另一番图景，赵姬被献给子楚时已怀有身孕。正是这相互敌伍的记载，引发了后世长达2000余年的争论。从现代史学考据的角度审视，吕不韦献孕女之说在时间线与事件逻辑上漏洞颇多。这一说法更可能是汉代已将为贬损秦始皇形象而附会的政治谣言，意在从血统根源上否定其统治的合法性。无论生父之谜的真相如何，嬴政的降生确实为当时在邯郸作为人质的子楚带来了一线希望。然而，这个婴孩的命运从他第一声啼哭开始，便已与秦赵两国间波谲云诡的政治博弈，与吕不韦深不见底的政治野心紧密交织，再难分割。子楚成为秦国太子的曙光尚未完全照亮邯郸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事便将他与嬴政再次推向生死边缘。公元前257年，秦昭襄王派大将王仪率军围攻邯郸，秦赵两国积累数十年的矛盾彻底爆发。赵国国君震怒之下，下令处死作为质子的子楚，以此报复秦国的军事进攻。危急关头，吕不韦再次展现出他的果断与谋略。他拿出600斤黄金重金贿赂赵国守城官吏，在夜色掩护下，协助子楚偷偷逃出邯郸城，一路奔入秦军大营，最终顺利返回秦国。然而，子楚的逃脱却将年幼的嬴政与母亲赵姬留在了险境。赵国官吏发现子楚逃走后，立刻下令搜捕其妻儿，是要斩草除根。幸运的是，赵姬并非普通富豪之女，而是出身赵国豪家，这让她得以在家族庇护下藏匿起来，躲过了赵国官方的严密搜捕。我们可以想象，一个年幼的孩子在充满敌意的国度，与母亲相依为命，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，这种朝不保夕、危机四伏的童年经历，必然会在嬴政幼小的心灵中留下深刻的烙印，塑造了他日后多疑、刚戾、果决以及对权力极度渴望的复杂性格。这次分离让嬴政与父亲相隔千里，他在邯郸又艰难生活了6年，直到公元前251年秦昭襄王去世，局势才迎来转机。秦昭襄王死后，太子安国君继位，是为秦孝文王。华阳夫人顺理成章地被立为王后，而作为其4子的子楚也被正式册立为太子。此时，秦赵关系有所缓和，赵国出于外交考量，也不愿再过度得罪这位未来的秦王，于是主动将赵姬和嬴政护送回秦国。至此，年约9岁的嬴政终于告别了提心吊胆的邯郸岁月，踏上了他真正的故国秦国的土地。然而，
秦国的宫廷也并非风平浪静的港湾。秦孝文王在位时间极短，在为父亲秦昭襄王服丧1年后，正式即位仅3天便猝然离世。这样，子楚迅速登上了王位，是为秦庄襄王。他尊奉华阳夫人为华阳太后，生母夏姬为夏太后，并兑现了对吕不韦的承诺，任命其为丞相，封文信侯，食邑10万户。吕不韦从此权倾朝野，他多年的政治投资获得了惊人的回报。而对于嬴政而言，他从赵国归来的质子之子，一跃成为秦国的太子，身份的巨变无疑是他人生轨迹的第一个重大转折。然而，庄襄王的统治同样短暂。公元前247年5月，在位仅3年的秦庄襄王去世，享年35岁。于是，年仅13岁的少年嬴政被推上了秦国国君的位置，成为了新一代的秦王。一个充满未知、挑战与机遇的时代即将在他的手中开启。公元前247年，当13岁的嬴政身着黑色王袍，在咸阳宫那庄严肃穆的大殿中登上秦王宝座时，他所继承的是一个已经傲视群雄、虎视东方的强大王国。自秦孝公用商鞅变法以来，历经惠文王、武王、昭襄王几代经营，秦国的国力如滚雪球般增长。其疆域已囊括巴蜀、汉中，南方跨越宛城，直至昔日楚国的郢都，北方占据上郡以东，拥有河东、太原、上党诸郡，东方冰封直指荥阳，并且吞灭了象征周天子最后权威的东周与西周2个小国。秦国如同一只已然展开巨翼的猛禽，盘踞在西方，其头下的阴影笼罩着关东6国。然而，对于少年秦王嬴政而言，这片宏大的基业并非可以立即随心所欲驾驭的。按照礼制，国君年幼，国政须由大臣辅弼。他的仲父丞相吕不韦作为辅政大臣，自然而然地总揽了朝廷大权，其权势熏天，几乎与摄政王无异。他组织门客编纂《吕氏春秋》，号称兼儒墨和民法，将其悬挂于咸阳城门，扬言能增损一字折赏1000金。此举既是为了荟萃百家思想，寻求治国之道，也未尝不是一种政治姿态的展示，意在向朝野宣示其文化上的领导地位与无可挑战的权威。太后赵姬则居于后宫，却不甘于寂寞，与吕不韦旧情复燃。随着嬴政日渐长大，吕不韦深知与赵姬的私情若败露，必将危及自身权位，于是设计出一条脱身之计。他将自己的门客嫪毐假施腐刑，伪装成宦官献给赵姬，充当其男宠。嫪毐凭借赵姬的极度宠爱，迅速积累起惊人的权势。他被封为长信侯，获得山阳（今河南焦作东南）、太原（今山西太原西南）等地作为封地，在封地内时无小大皆决于矮，俨然一方诸侯。在咸阳，他豢养童仆数千人，招揽宾客1000余人，形成了仅次于吕不韦的第2大政治势力。更荒唐的是，赵姬为掩人耳目，以寝宫风水不佳为由，搬到雍县（今陕西凤翔）离宫居住，与嫪毐生下2个私生子。权力的膨胀让嫪毐逐渐忘乎所以，他甚至以嬴政假父自居，其嚣张气焰可见一斑。就这样，在嬴政亲政前的数年里，秦国的朝政实际上被吕不韦和嫪毐2大集团所把持。王权在相权与后权的夹缝中，似乎显得有些暗淡。然而，嬴政绝非甘于受人摆布的庸碌之主，他那在邯郸险恶环境中磨砺出的隐忍与机敏，
以及秦国王室血脉中传承的强悍与决断，都在近代爆发的时机。宫廷内外的暗流涌动，预示着一场巨大的风暴即将来临。这场风暴的前奏，首先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敲响。公元前239年，嬴政的弟弟长安君成角奉命率军攻打赵国，可军队行至中途，成角却突然举兵谋反。这场叛乱很快被秦军平定，秦军攻占成角盘踞的屯留，今河南屯留南，成角的部下全部被连坐斩首，屯留的百姓也被集体流放到偏远的临洮（今甘肃岷县）。关于成角反叛的原因，史籍记载简略，扑朔迷离。有说法是受吕不韦排挤逼迫，也有说是受到赵国策反，亦或是出于对王位的觊觎。无论真相如何，这场叛乱都揭示了嬴政亲政前的朝局已盘根错节，宗室与权臣、激进派与保守派的矛盾交织在一起，稍有不慎便会引发动荡。而嬴政在平叛后的举措更显其政治手腕，他不仅严惩叛乱者，还下令宗室子弟无诏不得领兵，通过限制宗室兵权，为日后重用李斯、魏辽等客卿以及王翦等武将扫清了障碍。经此一乱，嬴政更深刻地意识到，权力场上没有温情，唯有绝对掌控才能避免任人摆布，这也让他加快了亲政的步伐。如果说成角之乱是权力斗争的预演，那么公元前238年的嫪毐之叛，便是嬴政与旧势力的正面交锋。这一年4月，嬴政前往雍县齐年宫举行官礼，按照礼制，官礼结束后，他将正式亲掌大权。这一消息让嫪毐陷入了绝望，他深知自己凭借赵姬宠爱获得的权势，在嬴政亲政后必将荡然无存，甚至可能因与赵姬的私情性命难保。于是嫪毐决定先发制人，他盗用秦王玉玺与太后玺，调动咸阳附近的县族、魏族、官旗，再加上自己的门客，拼凑成一支叛军，直奔齐年宫，企图杀死嬴政，拥立自己与赵姬的私生子为秦王。然而嫪毐的阴谋早已被嬴政察觉。事实上，嬴政对嫪毐的野心与私情早有耳闻，只是一直隐忍不发，暗中布局。他在齐年宫提前部署了3000精兵，当叛军发起进攻时，秦军迅速反击，叛军瞬间溃不成军。嫪毐见势不妙，带着残部转而攻打咸阳宫，却发现咸阳宫也以重兵把守，他这才明白自己早已落入嬴政设下的圈套。走投无路的嫪毐只能落荒而逃，最终还是被秦军抓获。面对这场公然叛乱，嬴政展现出了超乎年龄的铁血与决绝。他下令将嫪毐车裂，曝尸示众，以儆效尤。对于母亲赵姬，嬴政将其迁往雍地的富阳宫软禁起来，并下令谁敢为此事进谏，就处以极刑。这场被称为齐年宫之变的政变，以其血腥和果断，彻底宣告了嬴政对内部政治势力的绝对胜利，也极大地树立了他个人的权威。这场平叛行动不仅是对叛乱者的惩罚，更是嬴政向秦国朝野传递的明确信号：昔日那个需要依靠他人庇护的少年王已不复存在，如今的秦王有能力掌控全局，任何人都不能挑战他的权力。铲除嫪毐集团，下一个目标自然轮到了盘根错节的吕不韦势力。公元前237年，嬴政以吕不韦荐举嫪毐不当，牵连叛乱为由，果断罢免其相国之职，将他逐出咸阳，遣返至河南封地。然而吕不韦在河南的1年多时间里，其声望和影响力依然巨大，诸侯宾客络绎不绝。
这无疑再次触动了嬴政那根敏感的神经。他担心吕不韦会发动叛乱，或被其他诸侯国利用，于是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给吕不韦。面对这封既是质问也是判决的书信，吕不韦明白，那个他一手扶持长大的秦王，已不再是需要重父庇佑的少年。为了保全家族，免遭更大的屈辱，公元前235年，这位曾执掌秦国权柄10余年，门下食客3000的一代权相，在流放途中饮下鸩酒，黯然谢幕。吕不韦之死，不仅是一个政治人物的终结，更是一个时代的终结。它标志着年轻的秦王政彻底扫清了亲政路上所有内部障碍，将秦国的最高权柄完完全全、不容置疑地收归于自己一人之手。吕不韦的落幕，并未让秦国朝堂彻底平静，相反，一场场围绕客卿的争议迅速升温，成为检验嬴政用人格局的又一关键考验。秦国宗室贵族见吕不韦这位外籍权臣倒台，趁机向嬴政进言，称6国来秦的客卿多是为其主游见于秦，并非真心为秦国效力，请求下逐客令，将所有外籍官员逐出秦国。或许是受宗室势力裹挟，或许是亲政初期对权力安全的过度敏感，嬴政起初采纳了这一建议，颁布了逐客令。这道命令险些让秦国错失一批顶尖人才，其中便包括后来辅佐嬴政完成统一大业的李斯。李斯本是楚国人，当时在秦国担任客卿，自然也在被逐之列。他于是上书劝谏，这便是著名的谏逐客书。李斯在书中以历史为证，列举了百里奚、商鞅、张仪、范雎等客卿对秦国强盛所立下的不朽功绩，指出泰山不让土壤，故能成其大；河海不择细流，故能就其深。逐客无异于借寇兵而击岛梁，是将人才驱赶到敌国。李斯的奏书实则勾勒出一条秦国崛起的核心密码。自穆公以来，重用客卿便是秦国由弱变强的基本国策。百里奚助穆公称霸西戎，商鞅变法让秦国跻身强国之列，张仪以连横破6国合纵，范雎提出远交近攻蚕食诸侯。这些客卿如同引擎，推动着秦国一步步走向巅峰。逐客令的颁布，无疑是对这一成功经验的背离，是典型的短视之举。嬴政独霸谏逐客书，当即意识到自己的失误。他没有固守成命，而是以政治家的务实与敏锐，立刻废除逐客令，召回李斯，并提拔其为廷尉，主管司法。这一转变不仅展现了他从善如流的胸襟，更体现了他对人才兴国的深刻认知。对于志在统一的秦国而言，人才的国籍从来不是关键，能否为其所用才是核心。与此同时，嬴政还重用了另一位来自魏国的军事人才魏辽。魏辽向嬴政提出了一套极具针对性的统一战略。这套策略堪称文武双轨，一方面以重金收买6国权臣，离间其君臣关系，从内部瓦解对手；另一方面整军备战，以军事威慑作为后盾。嬴政全盘采纳了魏辽的建议，随即展开部署。他派遣谋士携带重金潜入6国，或贿赂权臣使其为秦效力，或散布谣言离间各国君臣，如赵国的廉颇、李牧便因此失势。同时任命王翦、王贲、李信等名将整训军队，做好军事进攻的准备。一场席卷6国的统一战争自此拉开了序幕。而嬴政在逐客令事件中的纠错，也为这场战争储备了最关键的人才资源。李斯的战略谋划，魏辽的军事洞察，与秦军的虎狼之师相结合，
共同构成了秦国横扫陆河的核心力量。在魏辽的战略规划与李斯的辅佐下，秦国开启统一战争的时机已然成熟。此时的秦国，经过商鞅变法以来近100年的积累，已形成碾压六国的综合实力。军事上，那支被称为虎狼之师的秦军，不仅训练有素，装备精良，更因军功爵制激发了士兵的作战热情。普通士兵可通过斩首立功获得爵位、田宅，甚至改变家族命运。这种利禄驱动让秦军在战场上往往悍不畏死。经济上，秦国占据关中平原与巴蜀之地2大粮仓，关中的郑国渠，巴蜀的都江堰，让两地成为旱涝保收的沃土。充足的粮食储备足以支撑长期战争。政治上，中央集权制度彻底打破了分封制的松散格局。嬴政一声令下，全国的人力、物力可迅速向战争倾斜，行政效率远非六国可比。反观六国，却各自陷入难以挣脱的困境，早已失去与秦国抗衡的能力。韩国地处中原腹地，疆域狭小且无险可守，长期被秦国蚕食，此时已沦为秦国的附庸，只能靠割地求和，苟延残喘。赵国虽在长平之战后试图恢复元气，涌现出李牧这样的名将，但国君赵王谦昏庸无能，宠信奸臣郭开，朝政混乱不堪。魏国曾是战国初期的霸主，却因长期交战丢失了河西、河东等战略要地，国力衰退到仅剩都城大梁周边区域。楚国疆域辽阔，看似强大，实则内部贵族势力盘根错节，国君被贵族掣肘，军队指挥混乱，战斗力低下。燕国地处北方，国力本就弱小，又因与赵国长期冲突消耗了实力，面对秦国更是毫无还手之力。齐国则在远交近攻策略下，长期与秦国交好，坐视其他五国被灭，军备废弛数十年，早已失去了作战能力。嬴政延续秦国历代远交近攻的战略，将首个目标锁定为实力最弱、地理位置又至关重要的韩国。韩国不仅是秦国东晋的绊脚石，其都城新郑更是中原交通枢纽，拿下韩国，便可为后续进攻赵魏打开通道。公元前231年，魏国被迫向秦国献出部分土地，韩国见势不妙，也只能将南阳（今河南南阳一带）献给秦国。嬴政抓住机会，任命内史腾为南阳甲首，让他接管南阳并整军备战，为进攻韩国做最后的准备。公元前230年，嬴政下令内史腾率领秦军进攻韩国。此时的韩国早已无兵可用，无险可守，秦军几乎未遇抵抗便长驱直入，顺利攻占韩国都城新郑（今河南新郑），俘虏了韩王安。韩国就此灭亡，成为六国中首个被秦国消灭的国家。嬴政随即在韩地设置颍川郡，将其纳入秦国版图。这一举措不仅标志着统一战争正式拉开序幕，更向天下传递了一个信号：秦国统一六国的决心不可动摇。韩国灭亡后，嬴政将矛头转向赵国，这个曾在长平之战与秦国血拼的国家，也是他童年屈辱的见证地。事实上，秦国对赵国的试探早已开始。公元前236年，赵国与燕国爆发战争，嬴政趁机派王翦等将进攻赵国，先后攻占豫语（今山西和顺）、劳阳（今河南南阳西北）等城邑，控制了漳水流域，切断了赵国南北联系。公元前234年，秦军再次大举进攻，在平阳（今河北磁县东南）大败赵军，斩杀赵将胡哲，斩首10万。随后又攻占宜安。
今河北石家庄东南，赵国形势岌岌可危。就在赵国濒临灭亡之际，名将李牧挺身而出。他率领赵军在肥下（今河北晋州西）设伏，大败秦军。秦将怀疑仅率少数人逃走，秦军的进攻势头被暂时遏制，这也是秦国统一战争中少有的惨败。但赵国的好运并未持续太久。公元前229年，秦国利用赵国连续遭遇大地震和大饥荒的天灾之机，兵分两路，大举攻赵。名将王翦率主力直下井陉关（今河北井陉县西），另一路由杨端和来率领河内兵进围赵都邯郸。赵国派出了他的支柱大将军李牧和司马尚率军抵御。李牧善于用兵，构筑坚固防线，王翦的进攻遭遇了顽强抵抗，战争陷入僵局。深知李牧不除，灭赵南城的秦国再次祭出了他屡试不爽的武器反间计。秦人以重金贿赂赵王谦的宠臣郭开，令其散布李牧、司马尚意图谋反的谣言。昏聩的赵王谦竟信以为真，下令撤换李牧。李牧以想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为由，拒绝交出兵权，这更坚定了赵王的猜疑，遂设计捕杀李牧，同时罢黜司马尚。自毁长城的赵国瞬间失去了支撑。第二年，王翦率秦军乘势急攻，大破赵军，攻克邯郸，俘虏赵王谦。赵国公子嘉率领宗族数百人逃往代郡（今河北玉县），自立为代王，但已无力回天，赵国实质上灭亡。嬴政得知邯郸被攻占的消息后，特意亲自前往这座他出生并生活了近10年的城市。童年时期在邯郸遭受的欺凌，他始终未曾忘记。他下令将当年欺负过他与母亲的仇家全部坑杀，以泄心头之恨。随后，他在赵地设置邯郸郡，将赵国领土正式纳入秦国版图，统一战争的第一阶段就此落下帷幕。赵国的覆灭让北方的燕国彻底失去了屏障，这个原本与秦国不相邻的北方小国一夜之间暴露在秦军的兵锋之下。燕国国力本就弱小，面对秦国的压倒性优势，朝野上下弥漫着绝望情绪，而燕国太子丹成为了这个濒死国家最后的挣扎者。他深知秦军攻燕只是时间问题，常规抵抗毫无胜算，于是铤而走险，策划了一场震惊天下的刺杀行动——荆轲刺秦。公元前227年，太子丹派荆轲作为使者，携带2样礼物前往咸阳：一是燕国都抗（今河北涿州一带）的地图，假意将这片肥沃土地献给秦国；二是秦国叛将樊於期的首级，以表燕国臣服的诚意。嬴政得知燕国主动求和，自然欣然接见。荆轲在咸阳宫大殿上缓缓展开地图，当地图完全铺开的瞬间，藏在卷轴末端的匕首骤然显现，图穷匕现的惊险一幕就此发生。嬴政起初虽有惊慌，但很快反应过来，挣脱荆轲的拉扯后拔剑反击，殿内侍卫随即上前将荆轲当场斩杀。这次刺杀不仅未能挽救燕国，反而彻底激怒了嬴政。他认为燕国此举是对秦国权威的公然挑衅，随即下令增派大军北上，由王翦、辛胜率领秦军进攻燕国。此时的燕国已联合代王家及赵国残余势力组成联军，试图在易水以西抵御秦军，但联军实力与秦军相差悬殊，很快便被击溃。公元前226年，秦军乘胜追击，顺利攻占燕国都城蓟城（今北京西南）。燕王喜仓皇之下，只得率领残余势力迁都辽东，
今辽宁辽阳一带，企图凭借辽东的偏远地形苟延残喘。秦将李信则率领秦军继续追击，不给燕国喘息之机。面对秦军的紧逼，燕王喜在代王嘉的建议下，做出了最屈辱的选择，杀死太子丹，将其首级献给秦国求和。他以为用儿子的性命能换来暂时的安宁，却不知秦国统一的步伐绝不会因一颗首级而停止。这次妥协不过是为燕国的灭亡多争取了数年时间，却永远定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。就在北方战事焦灼之际，秦国腹地传来了一阵余波。公元前226年，已灭亡4年的韩国，其旧都新郑突然爆发叛乱。这场叛乱规模不大，很快便被秦军平定，但他却给嬴政敲响了警钟。六国就贵族的复国之心并未随着国家灭亡而消散，只要稍有机会，他们便会伺机而动。为了彻底消除韩国复国的隐患，嬴政下令处死了被软禁多年的韩王安。这一举措虽显残酷，却也从根本上断绝了韩国旧势力的念想，成为此后秦国处理六国残余势力的范本，既用军事手段摧毁政权，也用强硬手段肃清旧主，以绝后患。无论是燕国的刺杀挣扎，还是韩国的叛乱余波，都印证了一个事实：秦国的统一之路，不仅是军事上的征服，更是对旧有势力的彻底清算。而嬴政在这2场事件中的应对，对燕国的雷霆反击，对韩国余乱的斩草除根，也展现出他统一六国的坚定决心。任何阻碍统一的力量，无论强弱，无论明暗，都将被彻底摧毁。韩赵燕3国的威胁相继解除后，嬴政的统一目光越过黄河与长江，落在了中原的魏国与南方的楚国身上。这2个国家，一个是曾称霸中原的老牌霸主，一个是疆域辽阔的南方巨擘，却都在时代浪潮中走向衰弱，成为秦国统一大业的下一个目标。率先迎来终结的是魏国。此时的魏国早已不复当年魏武卒横行天下的荣光，经过多年的战争，国土不断被蚕食，最终仅剩都城大梁，今河南开封及周边小片区域，国力衰弱到了极点。公元前225年，嬴政任命王翦之子王贲为统帅，率军进攻魏国。大梁城因地处黄河流域，历代魏国君主都注重城防建设，城墙高大坚固，秦军强攻多日，始终无法破城。面对僵局，王贲展现出与父亲一脉相承的军事智慧，他没有硬拼，而是利用大梁周边的水系优势，下令挖掘渠道，将黄河与鸿沟的水引入城中。滔滔洪水浸泡3个月后，大梁的夯土城墙逐渐崩塌，城内一片汪洋，魏王再也无力抵抗，只得出城投降，魏国就此灭亡。嬴政随即在魏国东部设置当郡，今河南商丘一带，将这片中原腹地正式纳入秦国版图。与魏国的迅速覆灭不同，灭楚之战成为嬴政统一六国过程中最艰难也最具转折意义的一役。楚国疆域横跨长江、淮河，是六国中面积最大、人口最多的国家，即便长期政治腐败、贵族专权，仍保有强大的军事力量。尤其是楚将项燕率领的楚军，熟悉南方地形，作战风格彪悍，是秦国不容忽视的劲敌。起初，嬴政对灭楚的难度估计不足，他在朝堂上询问众将所需兵力，年轻气盛的将领李信自信满满地表示20万人足矣，而老将王翦却坚持非60万人不可。在嬴政看来，王翦的主张过于保守，或许是年事已高导致怯战，
于是他采纳了李信的建议，派李信与蒙恬率领20万秦军南下攻楚。战争初期，秦军进展顺利，李信率军攻克楚地平舆（今河南平舆北），蒙恬拿下寝丘（今安徽临泉），两路大军凯歌高奏，似乎印证了李信的判断。但项燕并未被暂时的失利打垮，他暗中观察秦军动向，发现李信率军追击时孤军深入，后援不足，便抓住这一致命漏洞。楚军利用南方多丘陵、湖泊的地形优势，昼伏夜出，日夜兼程绕到秦军后方，在城附邑（今安徽亳州东南）突然发起突袭。毫无防备的秦军瞬间陷入混乱，阵亡7名都尉，主力受损严重，李信只能率领残部狼狈逃回秦国。这是秦国统一战争以来少有的惨败，也让嬴政彻底清醒，灭楚绝非易事，自己错估了对手的实力，更低估了老将王翦的远见。痛定思痛后，嬴政放下君主的身段，亲自前往王翦的家乡平阳（今陕西富平东北），向这位老将诚恳道歉，并答应他的要求，调拨60万大军由其统领，再次进攻楚国。60万大军几乎是秦国当时能调动的全部兵力，嬴政对王翦的信任可见一斑，他甚至亲自到坝上为其送行，以示重视。王翦深知手握重兵容易引起君主猜忌，于是在临行前，他多次向嬴政请求赏赐田宅、园囿，看似贪婪的举动，实则是在传递只为富贵无益兵权的信号，只为消除嬴政的顾虑。抵达楚地后，王翦并未急于发动进攻，而是下令秦军就地修筑营垒，坚守不出，与项燕率领的楚军形成对峙。他清楚楚军锐气正盛，且熟悉地形，急于与秦军决战，而秦军长途奔袭，需先稳住阵脚，消耗对手的士气与粮草。为此，王翦不仅禁止士兵主动出战，还让士兵在营中开展军事游戏，既锻炼了体能，也缓解了长期对峙的焦虑。两军相持数月，楚军始终无法引诱秦军出战，粮草逐渐耗尽，士气日益低落。项燕无奈之下，只能下令撤军，准备寻找新的战机。就在楚军拔营东撤，阵型松动的瞬间，王翦抓住了这一稍纵即逝的战略时机。他下令60万秦军全线出击，养精蓄锐已久的秦军如猛虎下山，朝着撤退的楚军发起猛攻。毫无防备的楚军瞬间溃败，士兵四散奔逃。项燕虽奋力抵抗，却难挽败局，最终战败身亡。公元前223年，秦军乘胜追击，攻克楚国都城寿春（今安徽寿县），俘虏楚王复楚。楚国这个延续数百年的南方大国正式灭亡。嬴政在楚地设置九江郡（今安徽寿县）、长沙郡（今湖南长沙），将楚国核心区域纳入秦国版图。公元前222年，灭楚之战的余波继续蔓延，王翦率军南下，平定楚国江南地区，降服了当地残存的越国势力。这些越国后裔虽在战国时期已被楚国征服，却仍保有一定实力，如今也随着楚国的灭亡归入秦国。嬴政随即在江南设置会稽郡（今江苏苏州），将长江下游的富庶之地纳入统治。同年，嬴政派王贲率军北上，进攻燕国辽东残余势力，俘虏逃亡的燕王喜，燕国彻底灭亡。随后王贲又回师西进，攻克代郡（今河北玉县西南），俘虏自立为代王的赵公子嘉，代国也随之覆灭。至此，韩赵魏楚燕五国全部被秦国消灭。当五国相继覆灭，东方的齐国便
变成了秦国统一大业中最后一块拼图。然而，这个曾与秦国并称东西二帝的大国，早已在长期的绥靖政策中丧失了抵抗能力，其灭亡的命运实则在多年前就已注定。齐国自战国中期以来，便长期奉行与秦交好的策略，不仅拒绝参与其他5国的合纵抗秦行动，更与秦国签订盟约，试图以中立换取安宁。但秦国的友好不过是麻痹齐国的手段，正如《史记》与《战国策》所载，秦国对齐国的外交孤立早有布局。公元前230年韩国灭亡后，嬴政便派使者出使齐国，以归还己系故地为诱饵，又使齐王建断绝与赵魏等国的盟约。公元前225年魏国覆灭后，秦国又以黄金1000亿贿赂齐国丞相，让他劝说齐王建不修战备，不助5国，即便赵国、燕国陷入绝境时，齐国仍闭境不出，坐观齐王，甚至在秦军攻克他国都城时，还派人向秦国祝贺。更致命的是，秦国还暗中将齐国的豪富迁徙至咸阳，既削弱了齐国本土的经济与政治力量，又让齐国失去了可依托的核心势力。在这样的长期经营下，齐国的军备日益废弛，边防工事被拆除，士兵毫无斗志，百姓也对战争毫无准备。齐王建始终坚信，只要与秦国保持友好，秦国就不会对自己动手。这种自欺欺人的认知，让齐国彻底沦为待宰的羔羊。公元前221年，在扫清5国残余势力后，嬴政终于对齐国出手。他任命王贲为统帅，率领秦军从燕国南部南下，直扑齐国。由于齐国西部边防早已形同虚设，秦军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，便长驱直入，一路抵达齐国都城临淄，今山东淄博东北。面对兵临城下的秦军，齐王建惊慌失措，而早已被秦国收买的丞相后胜则极力劝说他放弃抵抗。最终，齐王建选择打开城门，出城投降，齐国就此灭亡。嬴政随即在其地设置齐郡，今山东淄博东北，与琅琊郡，今山东胶南西南，将这片东方富庶之地正式纳入秦国版图。从公元前230年秦军灭韩，到公元前221年齐王建投降，嬴政用整整10年时间，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。这场横跨10年的征战，终结了自春秋战国以来500余年诸侯割据、战乱频繁的局面，将华夏大地的核心区域东至东海，西至陇西，经甘肃临洮，南至岭南，经广东、广西一带，北至阴山，今内蒙古阴山，纳入一个统一的政权之下，疆域面积达到约340万平方公里。当统一的捷报传回咸阳，嬴政站在咸阳宫的朝堂之上，面对文武百官的朝贺，心中激荡着前所未有的成就感。他深知自己不仅完成了历代秦国君主并吞6国、统一天下的夙愿，更开创了前无古人的伟业，一个疆域辽阔、制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就此在华夏大地上诞生。而这场统一不仅重塑了中国的政治格局，更奠定了此后2000多年大一统的文化基因，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走向。这一年，嬴政39岁，一个属于皇帝的时代正式来临。历史从未远去，它在声音中回荡。我是深入历史，我们下期再见。